12月的日本真是多災多難啊！前幾天青森縣的地震餘波還沒平息，現在北海道的特大暴雪又來了。民眾剛從搖晃的恐懼中緩過神，又要直面風雪的侵襲。說實話，天災當前，本應是政府全力救災、安撫民心的時刻。可高市早苗呢，完全反着來，他居然一邊看着民眾在避難所挨凍受餓而無所作為，然後一邊計劃着向美國投資80萬億日元。現在日本民眾都炸了，紛紛罵他賣國棄民。大家好，歡迎來到星球熱點，國家大事從不缺席，輿論場中抽絲剝繭，聚焦獨家中國資訊。點讚、訂閱、揭曉鈴鐺，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12月9日凌晨，日本青森縣沿海地區突發7.5級地震，震源深度54公里，還順帶觸發了小型海嘯。日本氣象廳第一時間拉響了警報，稱海嘯最高可達到3米。這場地震直接造成30餘人受傷，4000多戶家庭斷電，超過10萬民眾被迫緊急撤離避難。更讓人揪心的是，主震過後，相關區域又接連發生了18次餘震，累計致50多人受傷，大量建築受損。直到現在，還有不少人擠在避難所裡，沒辦法回家。可地震的麻煩還沒到頭，12月10日深夜11點52分，青森縣附近海域又晃了一次，這次是5.9級地震，震源深度30公里，所幸沒引發海嘯的風險。這麼算下來，從9日開始，青森縣周邊已經接連遭遇了20次地震。日本政府也趕緊發布預警，明確提醒該區域後續仍有可能發生大地震，呼籲當地民眾提高警惕，做好防範。這邊地震的陰影還沒消散，北海道的特大暴雪又從14日開始肆虐，到15日中午，持續的暴雪直接讓北海道多地交通徹底癱瘓，高速公路、鐵路、航班幾乎全線停擺，公共交通陷入停滯，居民出門寸步難行。雪上加霜的是，厚重的積雪還壓垮了大批電線和電桿，導致數十萬戶家庭陷入黑暗。沒了電，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都成了難題。尤其是在天寒地凍的冬季，取暖更是迫在眉睫的大問題。應急部門火速開展搶修工作，但降雪一直沒停，搶修進度舉步維艱。日本電力公司也只能呼籲民眾節約用電，盡量降低負荷，保障剩餘電力穩定供應。除此之外，暴風雪還誘發了多起雪崩和山體滑坡事故，山區居民的安全岌岌可危。山地區域積雪堆積過後，雪崩風險居高不下，相關部門已經加強巡查和預警，緊急疏散了危險區域的居民。氣象專家直言，這次暴風雪的強度堪稱極端，大概率是近年來北海道遭遇的最嚴重自然災害。可就在民眾眼巴巴盼着政府能拿出真金白銀救災的時候，12月15日的國會預算委員會上，參議員山本太郎的一番話直接引爆輿論。他當着高市早苗的面怒斥他賣國棄民，火力直指那項高達80萬億日元的對美投資計劃。按照這個計劃，這筆巨款投到美國後，90%的利潤都會被美方拿走，日本只能分到10%的零頭。要知道，這筆錢的數額遠超日本1年的防衛預算。要是能投入災區重建、修復電力設施，絕對能解決不少實際問題。更讓民眾怒火中燒的是，高市內閣對外對美出手闊綽，對內卻對民生問題格外吝嗇。眼下日本物價漲得離譜，工資卻紋絲不動，老百姓盼着政府能降點消費稅，發點生活補貼，這些實打實的訴求全被擱置。此前政府推出過21.3萬億日元的補充預算，號稱要緩解物價壓力，可最後呢，大部分資金都砸進了國防和對美合作項目，真正落到民生補貼上的錢少得可憐。高市早苗在地震後還呼籲民眾自己守護自己的生命，可他推行的政策卻在一步步透支民眾的安全感。不光是經濟政策遭人詬病，高市早苗的外交操作也讓日本吃了大虧。他此前在國會答辯時突然脫稿拋出武力介入台海的言論，這番話直接導致中國赴日遊客數量暴跌，依賴旅遊業的大阪等城市商家損失慘重。有學者估算，相關經濟損失可能突破2萬億日元。除了中國，
韓國、俄羅斯等國也對他的極右翼言論頗有微詞。韓國民眾本就對日本的一些歷史問題心存不滿，高市早苗的言論更是激化了兩國矛盾。俄羅斯也多次就高市早苗的言論提出抗議，導致日本與周邊國家的關係變得十分緊張，國際信譽一路下滑，可謂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山本太郎的怒懟，說到底是日本民眾長期積怨的集中爆發。二戰結束後，日美之間不平等的合作關係就一直是日本社會的痛點。日本在經濟、軍事等方面都對美國存在依賴，不少政策都要看着美國的臉色制定。可高市內閣的一系列操作，更是把這種依賴性推到了新高度，拿着民眾的血汗錢給美國交保護費，為了所謂的同盟穩定，不惜犧牲本國民眾的切身利益，這樣的政策自然會引發眾怒。如今，越來越多的民眾開始站出來表達不滿，上百名民眾堵在首相官邸前，舉着高市早苗下台的標語，高聲抗議。日本共產黨、立憲民主黨的議員也抓住機會，輪番在國會提出質疑，要求高市內閣解釋對美投資計劃的合理性，並重整民生政策。內有民眾抗議，外有國際信譽下滑，高市政權已陷入內外交困的尷尬境地。其實不止日本這次大規模停電，今年以來，全球不少國家都因為極端氣候被捲入了停電潮。4月的伊比利亞半島、西班牙和葡萄牙陷入罕見的黑暗，5000萬人的生活被迫按下暫停鍵。7月的捷克，鐵路停擺，地鐵靜止，連街頭的紅綠燈都一同熄滅。8月的伊拉克，高溫催生出的用電洪峰直接衝垮國家電網。中部與南部大片區域陷入一片漆黑，看着這些國家的民眾在停電中煎熬，不少人會好奇，同樣面臨極端天氣挑戰，為什麼中國能穩穩守住電力供應，沒被捲入這樣的困境？答案就藏在中國電力系統的多重硬實力裡。中國電力系統的規模優勢是穩定性的第一道堅固防線。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全年發電量達到10.09萬億千瓦時，這一數字不僅刷新歷史記錄，更在全球範圍內形成壓倒式優勢，相當於美國全年發電量的2.18倍，更是歐盟27國全年總發電量的3.61倍。如此龐大的發電能力，並非依賴單一能源單打獨鬥，而是建立在多元混合、綠色轉型的電源結構之上，成為中國應對全球停電潮的核心地氣。從電源結構來看，2024年中國電力系統的多元梯隊特徵愈發鮮明。作為基礎負荷的壓艙石，火電裝機容量達14.4億千瓦，雖仍保持規模優勢，但佔總裝機容量的比重已降至35.7%，同比降低4.2個百分點。綠色轉型趨勢顯著，水電、核電等傳統清潔能源持續發揮穩定作用，而風電與太陽能發電則成為增長最快的新勢力。截至2024年底，包括風電、太陽能發電、生物質發電在內的新能源發電裝機總量達14.5億千瓦，首次超過火電裝機規模。其中，並網風電與太陽能發電合計佔比超70%，成為推動電力結構轉型的核心動力。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是，2024年中國非化石能源發電裝機容量突破19.5億千瓦，同比增長23.8%，佔全國總裝機容量的比重攀升至58.2%，較上年底提高4.3個百分點。發電量層面，非化石能源發電量同比增長15.4%。增量佔總發電量增量的比重高達84.2%，意味着中國每新增100億千瓦時電力，就有84.2億千瓦時來自非化石能源。這一跨越並非數字遊戲，而是中國電力從高碳依賴向低碳主導轉型的實質性突破，也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最快實現非化石能源裝機佔比過半的案例之一。和多數國家走一步看一步的電力規劃不同，中國電力發展始終堅持適度超前的戰略理念。2024年，全國全口徑發電裝機容量達33.5億千瓦，同比增長14.6%，全年新增發電裝機容量4.3億千瓦，再創歷史新高。這一增量相當於美國過去10年年均新增裝機量的10倍以上。國家電網與南方電網作為全球最大的2家電力公司，會基於未來5到10年的經濟發展規劃、用電負荷預測，提前布局電源點與特高壓電網建設。這種未雨綢繆的規劃模式，讓中國發電裝機容量與最高用電負荷之間始終保持合理裕度，從根本上避免了用電高峰頂不住的困境。而這正是歐洲當前面臨的核心難題。
中國電力系統的另一大獨特優勢在於全國一盤棋的集中統一調度體系，不同於美國碎片化的區域電網，也無需像歐洲那樣面臨跨國調度的複雜博弈。中國國家電力調度控制中心可通過特高壓電網實現跨區域大規模的電力資源調配。2024年，中國跨區輸送電量持續增長，西部的風電、光伏電力通過西電東送通道穩穩輸送至東部複合中心。在用電高峰時段，調度中心還能協調煤電、水電、儲能等不同類型電源，實現錯峰互補、最優組合。這種全局優化配置能力是絕大多數國家難以複製的制度優勢。極端天氣日益頻繁的當下，電力系統的穩定性已成為各國治理能力的必考題。中國的實踐給出了清晰答案，既要有建得快、建得好的硬實力，也要有調得動、用得優的調度智慧，更要有守得住、保得穩的制度設計。正是這三重保障，讓中國在全球停電潮中穩穩站得住腳，也讓14億人的生活始終有穩穩的光明，更為全球電力轉型提供了規模與效率兼顧、發展與環保平衡的中國方案。好了，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關注我的頻道，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